小骨导板一个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在避免我们在削骨的时候伤害到，那这是一个它最棒的一个功能。好，削骨手术分成颧骨的削骨手术跟下颚骨的削骨手术哦。那我们现在谈颧骨。对于第一次的颧骨的削骨手术不满意的原因，原则上可以把它分成2类。第一类就是下垂，那我们把它称之为位置的问题，因为颧骨它是削完以后，所以它位置变低了。那第二个就叫形状啊。对于形状的一个不满意呢，大部分可能可以区分为大小边啦、凹陷啦，或者有一些阴影啊，我们称之为形状的问题。所以对颧骨不满意分成位置的问题跟形状的问题。每个患者我们都会扫电脑断层扫描，所以我们能够知道造成下垂或者凹陷或者阴影的这些原因。我们常常发现因为颧骨削骨，我们要达到一个颧骨内折内推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脸的宽度变窄，我们必须要颧骨的内侧削掉一部分的骨头，那我们才能够有空间把它给内折。我们看到这个阴影的产生呢，常常是第一次削骨完以后，上面的骨块跟下面的骨块呢有一个落差。当这个落差产生的时候呢，在覆盖上外面的软组织就呈现一个凹进来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光打上来之后就会呈现阴影。有些患者呢，在第一次削骨完的若干年后，这个骨头呢不断的一直往下掉，弹开了，就会让这个阴影更加的严重。原因是因为这骨头跟这个骨头原本是一个凹陷，但是现在变成有一个距离，甚至它没有连接在上面的那个部分。这时候软组织甚至会长进去这个骨头跟骨缝里面，会造成阴影的更加的严重以及凹陷。这时候不仅在形状上面、阴影上面会产生的更加的一个凹陷之外，同时这个骨头的一个掉下来呢，也会造成脸部的下垂。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建议的治疗方式就是要把骨头呢重新剪。下颚削骨手术不满意呢，大部分是来自于线条以及形状，线条不顺啦，削得过多啦，或者削得不够，所以下骨削骨不满意是线条跟形状。在我们的临床案例当中我几乎不曾遇到有人说他削骨削得不够，但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是他削骨削得过多。我们称为叫 overcorrection， 就是说他削得过多。最常抱怨的事情就是他失去了下颚的线条，虽然他的脸变小了。那对于这种失去了下颚骨线条，造成他的脖子跟脸颊的肉几乎快连在一起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建议用客制化的下颚骨藻的结合物来恢复他的下颚骨原本应该有的线条。要怎么样避免削骨后下垂跟形状和大小便的问题呢？如果您在第一次削骨的时候呢，你有使用削骨导板的话呢，你就可以大大降低颧骨下垂以及阴影发生的几率。削骨导板的概念呢，是一个在术前就做对于切割方向、切割位置以及切割后的这个颧骨要怎么样移动，都有一个术前的规划以及一个执行计划的一个概念。透过术前的精确规划，我们能够计算颧骨左右的大小边，确保切割完之后颧骨往内往上移动的位置以及肩部最佳的接触面积。最佳接触面积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能够让我们非常精确的把骨头给定在那个地方，而且甚至是自己就卡在那个位置，它就不会被咀嚼肌拉下来而造成一个下垂，而且它会很顺的减少这个阶梯感，确保颧骨上提。也因为它很稳固的被固定在那一个对的位置，术后也不需要戴头套，不需要戴头套，不需要戴头套，兼顾了术后患者的舒适度。稍微谈一下削骨手术的历史，在好几十年前，下颚骨的削骨手术呢，其实是从外面的皮肤进去，皮肤是这样整个掀开来，裸露出整个下颚骨，会非常清晰。它的坏处就是皮肤的疤痕，我想已经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从外面的手术了。但是呢，其实从外面做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下颚骨的形状呢，是看得非常清楚、非常直观的。那时候的医生有更好的视野，可以把下颚骨做出他想要形状的一个规划。随着器械的进步，对于下颚骨手术呢，都从口腔黏膜进去。那从口腔黏膜进去，它最大的好处可想而知，就是外面没有任何的疤痕。但是呢，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假设我们是外科医生，我们这样看，我们手术视野呢是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子看的，我们是变成是这样子看一个下颚骨。你可以看这样下颚骨，你看得到你下颚骨角吗？你看不到，你这样才看得到下颚骨角，但是你这样子看不到下颚骨角。我们牺牲手术视野来换取疤痕的美观。
因为你手术视野受到限制，在某些情况之下就造成切割线不自然，可能削得太多，或是不小心削到神经，这两个最常见。所幸呢，有一个好的方法是可以又从口内进去，外面没有疤痕，又可以对于形状有很好的一个视野，就是下颚骨的削骨导板。规划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电脑上面有一360度的手术视野，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对于下颚骨的形状做非常好的规划。这个好的规划也包含了非常自然的一个形状，维持住术后下颚骨的线条。根据这样的规划呢，我们产生出削骨的导板。手术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个削骨导板放进去。虽然我们在手术当中没有办法这样子看，这个削骨的导板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外科医生能够削出术前规划的比较理想的下颚骨线条。病人常问我，其实使用削骨导板之后，你能够确保你削掉的骨头量是一样的？我常这样子回答，我确保的事情是你削掉骨头后留下来的骨头是对称的，而不是削掉的那些骨头是对称的。因为每一个人的骨头都是不对称的，你要他留下来的骨头是对称的，你削掉的骨头就不可能会对称。运用了这个削骨导板呢，我们能够计算出原本的骨头的大小边的不同，你形状的不同，大幅提升你削完骨或是全骨钉完之后骨头的对称性。下颚骨削骨导板一个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在避免我们在削骨的时候伤害到这条下齿槽神经。那这是一个它最棒的一个功能。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一个颧骨外扩下颚骨外扩合并了这个咀嚼肌肥厚的一个案例针对这个患者呢，我们除了用削骨导板做了一个颧骨内推上移内折固定，以及下颚骨削骨导板做了一个下颚骨削骨手术之外呢，因为针对他的咀嚼肌很肥厚，那我们也做了部分的咀嚼肌的打薄，来增加整体的脸型修饰关于咀嚼肌打薄的这部分呢，我们下次再谈。